有些人天生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他不需要努力读书，不需要努力工作，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一切。做错了事不用负责，有人帮忙擦屁股，只管嚣张跋扈就行。明明是啃老，但追起女星来却是一掷千金，花钱如流水，牌面十足。在京城恶少王朔身上，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有钱就能为所欲为。1982年4月25日，公子哥王朔在北京出生，生来就赢在起跑线上。王朔的奶奶是清朝皇族，父亲王志才是澳大利亚籍华人，是北京最早搞房地产的富翁，同时也是圈中颇具声名的地产大亨。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业无疑是最赚钱的两个行业，无论玩好哪一个，非富即贵。12岁时，王朔被父亲送到了国外留学，毕竟在国外不通家里，远水救不了近火。父亲原本是想借此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也把性子收敛点。可没想到王公子脱离了老爹的掌控后，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更野了。在国外潇洒了几年之后，越来越放荡不羁，连毕业证都没拿到就回了国。老王恨铁不成钢，却无可奈何，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还得安排的妥妥帖帖的。就这样，只有初中文凭的王朔走了后门，进入了自家子公司，当起了挂名董事兼副总经理。王公子进公司的时候也就20出头，年轻气盛，风流不羁，玩心还很重。想让他定下心好好管公司，那是不可能的，没把老王的产业败光就算不错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败是败不光的，因为王家拥有京城多家房地产公司，比如赫赫有名的王府井金钱豹自助餐厅就是他们家的家业之一。老王赚钱的速度比他儿子花钱的速度要快。至于王朔，就是妥妥的豪门太子爷，家住北京王室旗下价值过亿豪宅王府世纪，每天醒来都能将紫禁城尽收眼底，日常以劳斯莱斯代步，各种跑车换着开，公司去不去都行。他生活只有8个字：吃喝玩乐，极尽奢华。其实王朔本人并无多少成就，但他颇爱炫豪车，与房祖名等圈内活跃20祖相交，经常被记者拍到高调至极，所以被人熟知。因家世显赫，王朔还与汪小菲、汪宇、王珂被并称为京城4少。同样，王朔也和很多20祖一样，对美女明星情有独钟，不惜一掷千金追求各大女星，因此名声大噪。其实王公子在国外的时候就经常泡妞，但洋妞们都比较热情主动，他基本没出什么力。回国之后，他一边在公司摸鱼，一边玩乐，向好哥们房祖名请教一些门道。要知道房祖名的老爹成龙在风流方面可是无人能敌，作为儿子的他耳濡目染，学到了不少皮毛。在房祖名的热心引领下，王朔先后探索了不少嫩模、小明星。随着技术的娴熟和眼界提高，王公子彻底出师，有了自己的一套猎艳方式。2006年前后，24岁的王朔看上了有着小张曼玉之称的牛萌萌，随后对其展开了猛烈追求。2007年传出2人热恋的消息。牛萌萌很早就出道了，出演过不少电视剧，15岁时就出演了电视剧《17岁不哭》，因为这部电视剧他还和李晨陷入了早恋。后来又接连出演了《红粉世家》《杨门虎将》《魔术奇缘》《五星大饭店》等作品，但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当初为了追牛萌萌，王朔出钱出力，不惜花大手笔为他疏通关系拍电影，还通过朋友房祖名一起为牛小姐拿下了电影 PK Co MCN 的女主角。王公子虽然花心，但对女友也确实大方，物质方面该满足的一样不差。跟牛萌萌在一起1年多，王朔也捧了她1年多，一步不红就再捧一步，对他来说，能用钱解决的根本就不是问题。可惜小红靠捧，大红还得靠命，牛萌萌就是红不起来。后来王公子玩够了，便潇洒离去，徒留牛小姐原地悲伤，痛失金主。在牛萌萌之后，王朔又迷上了范冰冰，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当时的范冰冰还没发生税务问题，颜值和资源都处于巅峰状态，红极一时，身边追求者不断，情史也颇为丰富。王朔和往常一样，采用砸钱的手段追范女神，送花制造浪漫都是小意思，动不动就送首饰包包也是家常便饭，据说还送出了一块价值80多万的名表。若是普通女星可能就从了，可范冰冰不是寻常女星，她可是不嫁豪门又自诩是豪门的范爷，哪有那么容易拿下的。相比深夜的酒，范冰冰更喜欢清晨的粥，比如李晨。范冰冰究竟有没有和王朔在一起过，至今都是个谜。有人说两人好过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也有人说王朔终究还是太年轻了，驾驭不住范冰冰，追求无果只能放手。跟冰冰姐纠缠了一段时间后，王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与李小璐传出了恋爱绯闻。
坊间传闻，王朔和李小璐是在泡吧的时候认识的。王公子和李小姐的夜生活都非常丰富，经常约上3、5好友去夜店狂欢，二人把酒言欢，相谈甚欢，最后坠入爱河，发生了一段露水情缘。关于这段恋情，李小姐从来没有承认过，表示和王朔见过几次，也算认识，但关系并没那么好。不过说起来，这李晨和王朔的审美竟出奇的一致。要知道，李晨和牛萌萌、李小璐、范冰冰都交往过，而王朔跟牛萌萌谈过、追过范冰冰，和李小璐也有过一段似是而非的露水情缘。果然，贵圈都是老熟人，你的前任可能是我的现任。每次王公子猎艳都呈现出一副势在必得之势，可猎到手之后，新鲜感很快就过去了，时间都不长。除了和李晨有3位共同的老熟人之外，王朔还和林熙蕾、黄圣依等人传过绯闻。当然，在所有女友之中，让王公子付出最多、花钱最多，也最为意外的便是周公子周迅了。他们这段相差8岁的姐弟恋曾轰动一时。2009年6月，周迅与李大齐才分手不久，新男友王朔就迫不及待接盘上岗。周迅比王朔大8岁，两人通过王中磊认识。早前周迅对这个弟弟并无好感，反倒是王迅对周迅一见钟情，随即开展了死缠烂打的砸钱攻势。只要是周迅喜欢的东西，王朔绝不吝啬，统统买下来，只为红颜一笑。在周迅过生日当天，他更是一掷千金，远程遥控好友房祖名，以388万元的高价拍下紫檀木屋模型送给周迅。知道周迅喜欢拉风的男人，王朔在追求周迅的时候，经常晒自己的跑车，什么法拉利599、奔驰 G55、兰博基尼 LP640 黑、兰博基尼 LP640 敞篷白、迈巴赫62。晒完后每天换着开去接周迅，要多炫酷就有多炫酷。此外，他还花了大手笔送给周迅一辆价值不菲的劳斯莱斯。面对记者询问，周迅大方承认和王朔的恋情，并且在跟王朔交往后，他便搬进了王朔的豪宅王府世纪，享受着醒来就能看到紫禁城的奢华生活。同年10月18日，刚拿下金马奖影后的周迅迎来35岁生日。当天上午，小男友王朔亲自开着名贵跑车到机场迎接周迅归来，并送上名贵礼物。之后，王朔开着迈巴赫轿车把周迅接到位于小汤山的菊郡别墅举行生日派对。到了晚上11时半左右，王朔叫人放烟花给女友周迅庆生，没想到风势太大，失了火。本是一场双喜临门的生日宴，最后只能火急火燎的收场。种种行径都表明了，周迅是王朔众多女友中最受宠且让他最高调的一个。原以为这段高调的恋情至少能高调的维持好几年时间，不料两人才交往了半年便以分手而告终。当初有多恩爱，分手的时候就有多决绝。关于分手的原因，有2种说法较为盛传，一种是王公子有了新欢，歌手爱戴，所以抛弃了周迅；还有一种说法是，周迅向王朔隐瞒了与前男友李大齐结婚的事情，再加上他对王朔管得太严了，小男友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报备，不堪忍受的王朔这才提出了分手。有资深娱记曾爆料过，一名内地的著名女星在结束上一段感情之后，其实是怀孕的状态。这位演员是演技派，个性爽朗，很受欢迎，感情经历丰富。根据种种信息综合起来，不少网友猜测，这位娱记指的那位未婚先孕的女星，就是和富二代男友王朔分手不久的周迅。无论如何，两人的恋情以高调开始，低调结束。和周迅分手之后，王朔除了和歌手爱戴关系稍微亲密一些之外，身边的莺莺燕燕也少了很多。倒不是他浪子回头一改风流本性，而是王朔已经28岁了，老是被父亲骂一事无成，只会玩女人，他迫切的想证明自己，结果不但没有证明自己，反而却因嚣张跋扈的性格摊上了大事。2010年12月17日，京城四少的2名成员王朔和王珂发生撞车矛盾。当晚，王朔嚣张跋扈的下了车，从怀里掏出东西跟王珂对峙，随后离开。其实王朔并不是不小心撞到的王珂的，而是故意为之。据说王珂和王朔家的公司存在经济纠纷，所以王朔想给他点颜色看看。咽不下这口气的王珂举报了王朔，后来果真从王朔家里搜出了东西。有意思的是，还在王朔家中发现了周迅的果照。消息一出，舆论四起。看来这一次周迅真的有点无辜躺枪了，这要放在普通人家，恐怕早早就被治理的服服帖帖的了。可王公子也不是一般人啊，人家嚣张跋扈惯了，关键是人家有嚣张的资本，家大业大，背景够硬。和王珂冲突的事件发酵后，王朔照样在外头当他的豪门阔少，逍遥快活。
如果王朔能安安分分忍耐个几年，收敛性子，或许这件事情慢慢就这么过去了。可王少爷偏不，他就是耐不住嚣张的性子和火爆的脾气，也没有吸取教训，依旧是目中无人，我行我素。没消停多久，竟然又和路人爆发矛盾，2次打伤他人。自此之后，京城4少之一的王朔彻底恶名远扬，被批是京城恶少。从2013年以后，花名在外，嚣张跋扈的王朔似乎已经消失在大家视线之中，没有了他的任何消息。有人说，是因为王朔之前的负面新闻太多了，对王志才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所以王朔被老爹管控住了，不许他再出来丢人现眼闹事。也有人说，王志才对王朔失望透顶，于是把他撂到了一边，现在正专心宠爱和王艳的儿子球球。失宠的王大少爷自然收敛了不少，不敢再胡闹。王朔消失的原因我们无从得知，可以肯定的是，他现在的生活一定过得非常逍遥自在，不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并不代表他已经改掉了嚣张跋扈的性格。这个大少爷或许正在某个地方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以前还不理解和认同港剧中所说的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走进大众视野。虽然在剧中饰演的只是个小丫鬟，但她出众的颜值还是吸引了观众的目光。后来她的事业越走越顺，成为了后来的范爷。虽然很多人第一次知道范冰冰是因为电视剧《还珠格格》中的金锁，但是这却不是她第一部戏。1995年播出的电视剧《女强人》才是范冰冰的第一部戏。当时她从身份上来说还是一名学生，那她又是凭什么以学生的身份接到第一部戏，随后又出演《还珠格格》的呢？在范冰冰高2的时候，她遭遇到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为了逃离妈妈的严厉管教，范冰冰在住院治疗结束后，报考了外地的艺术学校。良好的外形条件使她顺利来到了上海，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女强人剧组，并在剧组中争取到了一个角色。范冰冰饰演的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角色，但这部剧主演却是琼瑶系女郎刘雪华。在拍戏时，刘雪华看见了这个眼睛长得像小狐狸的女孩，十分喜欢，就留下了她的电话，后来把她推荐给即将开拍的《还珠格格》剧组，这才有了后来《还珠格格》里的范冰冰。电视剧导游小姐是范冰冰接到的第2部戏，那时的她还没有毕业，因为出演的是一个导游，她随着剧组游走于各大城市，最后一站来到了北京。拍戏结束后，她便决定留在北京，就这样开始了自己北漂的生活。在北京的日子里，她租住在铁路文工团宿舍，像所有的北漂艺人一样到处接活。她妈妈每个月会给她500元生活费，这是范冰冰能刚好温饱的一个数。范冰冰的家庭十分优越，但为什么只给500元的基础生活费呢？其实是因为她妈妈不想她一个女孩子单独一个人漂泊在外，只给她500元，是想让她在北京坚持不住就回来。为了联系到女儿，妈妈还给范冰冰买了一个传呼机，但范妈妈万万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个传呼机阴差阳错的让范冰冰能一直留在北京。每次在范冰冰走投无路的时候，那个传呼机就会有人打过来，主动联系范冰冰给她活。那段时间，范冰冰接到了 MV 出演机会，接到了剧组群演，算是在北京安定了下来。而她妈妈最后也妥协了，卖掉了青岛的服装生意，来到北京同范冰冰一起居住。但就是因为她妈妈和她住在一起，后来给范冰冰惹下了一个不小的祸。《还珠格格》播出后，范冰冰被人熟知，也被更多大导演看见，业务渐渐的多了起来。她妈妈当时在北京也没有事做，就暂时当起了她的经纪人。直到那个时候，她才知道自己的女儿不清不楚的和琼瑶签下了合约。根据合约，范冰冰只能接公司的通告，但琼瑶的公司远在台北，非常不方便。当时小李飞刀的导演找到了范冰冰，范冰冰的母亲就私自接下了这部戏。也正是因为这个事，母亲给范冰冰惹上了官司，支付了琼瑶15万的违约金，但是却也因祸得福。经纪人本来就是一个专业化和门槛都非常高的职业，和琼瑶公司的纠纷之后，范冰冰的母亲张传美觉得女儿想要在圈子里走得远，需要一个专业的经纪人来打理。就在这时，范冰冰的母亲张传美怀了第2个小孩。范冰冰知道后比父母还开心，因为意识到有了一个弟弟后，她的父母就不会管她管得这么严了。在妈妈怀孕后，范冰冰结识了经纪人王金花。王金花是国内第一经纪人，陈道明、
关之琳、刘嘉玲都曾是他旗下的艺人。妈妈知道后，也终于放心的把女儿托付给王金花。加入到王金花团队后，范冰冰事业果然得到了飞速的提升。所以说，范冰冰和琼瑶打官司也是因祸得福，拍了电影大制作手机。随后，她又因为出演电影《心里有鬼》中的徐曼丽，获得了台湾金马奖最佳女配角。也正是这一年，她认识了导演李玉，之后与他合作电影《苹果》，并第一次踏上了国际电影节的红毯。但人红是非多，这年3月，有人在论坛上发帖说范冰冰涉黄，言之凿凿地披露范冰冰被包养、夜情、怀孕、整容等内幕。这已经不是范冰冰第一次经历涉黄诽谤，她决定追查到底。和范冰冰一起追查的还有来自台湾的电视剧制作人，这个人为之后范冰冰的事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年，他们携手合作了电视剧《封神榜之凤鸣岐山》。后来他加入到范冰冰工作室，成为范冰冰现在的经纪人穆晓光。他们根据发帖人的注册信息，找到了在陕西西安的发帖者，他们是2名初2的学生。他们说发帖是受网上认识的女演员姐姐指使的。最终，此时在这2个学生这告一段落。但之后10月，范冰冰又因为在杭州脚踢记者，再度成为娱乐头条。后来范冰冰在采访时说只是抬了下脚。由于坏事接连不断，那段时间她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非常不好，和媒体的关系也闹得很僵。后来范冰冰又卷入了和赵薇不和的负面消息。为何那些年里范冰冰的负面消息如此多呢？穆晓光后来回忆说，这里面的是有人恶意炒作，还有娱乐圈里的恶性竞争。而在导演李玉看来，这是每个女明星都无法避免的。这样的事情在好莱坞更离谱。2007年6月，投资2800万的电视剧《胭脂雪》开机。这次范冰冰除了是主演，还多了一个新的身份，那就是制片人。担任这部剧的制片人还给范冰冰一个惊喜。戏开拍前，范冰冰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为了报答12年前发掘自己的伯乐，范冰冰还把刘雪华请回了剧组。在《胭脂雪》上线后，收视率捷报不断。之后，范冰冰又翻拍了白先勇的名作《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一系列电视剧，事业发展顺风顺水。在影视方面大获成功后，范冰冰工作室开始了新的方向，就是签约艺人。通过自己出品的2部电视剧，范冰冰签下了2位年轻艺人和老戏骨王学圻，并让他和陈凯歌合作电影《梅兰芳》。但是让很多人疑惑的是，范冰冰并没有和王学圻签合同。后来范冰冰说，像王学圻这样的老戏骨，不是靠一张合同能约束的。这倒也是。穆晓光为范冰冰打造了非常多的银幕产品，主要可以分成2种，一种是《十月围城》、《赵氏孤儿》这样电影，这种片子是艺人最好的宣传。还有一种就是《日照重庆》、《观音山》这样的文艺片，这是通往国际电影节的门票。正是因为这种思路，范冰冰的事业开始迈向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高度。2010年是范冰冰事业上非常顺利的一年，《赵氏孤儿》、《新少林寺》等贺岁大片相继上映的同时，凭借出演《观音山》里的南风，直接问鼎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后，这也是她第一次在国际主流电影节上获奖。在连续接拍了《苹果》、《观音山》等作品后，最终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和东京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在之后，范冰冰接了很多广告代言，她渐渐转型，开始在国际舞台活跃起来，慢慢的变成了大众口中毫无演技的范冰冰。而这一切都要从一场国际电影节的红毯说起。2010年戛纳电影节红毯秀中，范冰冰黄袍加身，一战成名。正是这次戛纳电影节走秀，为范冰冰的转型埋下了伏笔。之后的红毯秀，她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头版头条上，这让范冰冰成为了国际上中国美女的代言人。同年，范冰冰参演了众星云集的大电影《建党伟业》，在影片中饰演隆裕太后，也是继戛纳电影节红毯后的又一个黄袍形象，气场强大，惊艳众人。自此以后，范冰冰的荧幕形象由小女人转变成各种城府、气场不凡的霸气范爷。范冰冰对自己的评价是很爷们的公主，还说自己的身体里住着男人。再加上媒体的宣传，范爷的称号也就响了起来，但随之而来的争议也不断。2015年，《王朝的女人》杨贵妃上映，
宣传片上用了槽点满满的场景，备受观众吐槽。事业上顺风顺水的范冰冰，为什么在感情上坎坷不断呢？第一任男朋友是著名的男明星陆毅，两人因为《少年包青天2》相识，在拍戏的过程中，两人关系很是亲密，但当时两人都很青涩，不久后和平分手。在第一段感情结束后，他选择努力工作，出演了《苹果》等优秀作品。第二段感情是王学兵，两人因出演《少年包青天》因戏生情，这段感情备受争议和关注。当时的王学兵因为出道早，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出演过很多电视剧，在一起后两人相当甜蜜，甚至差点结婚，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原因，两人最终没有在一起。范冰冰第三段感情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地下情。范冰冰在做客某访谈时谈的自己曾和佟大为有过一段恋爱，但后来也是无疾而终。如今佟大为已经是3个孩子的爹了，范冰冰还没有稳定的感情。第四段感情也是最为人熟知的。2015年5月，李晨与范冰冰在微博上以我们俩自家配图公开恋情，他们的官宣体更是火爆网络，成为2015年网友生活中秀恩爱的常用。在公开恋情后，范冰冰更是在参加《康熙来了》中说，李晨是我最后一个男朋友。2017年9月，在范冰冰生日当天，李晨为女友准备了生日会，在生日会上，李生单膝跪地向范冰冰求婚。2018年初更是换上情侣头绪，爆出买豪宅做婚房。但就在同年6月，范冰冰陷入偷税漏税风波，李晨也在节目中摘掉了订婚戒指，网友们纷纷猜测与范冰冰感情生变。直到2018年底，网友拍到李晨与范冰冰一起吃火锅，低调秀幸福，澄清分手传闻。但在6月27日，范冰冰和李晨官宣分手，终于结束了这段感情。而自从被爆出偷税丑闻后，范冰冰的日子也的确不好过，已经很久未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尽管她也在尝试用各种手段复出，可目前娱乐圈里有关她的消息却越来越少。无奈范冰冰也只能转战国外，不停在国外接代言，甚至还斥巨资拍了几部电影。不过网友的反响却并不大，如今范冰冰或许也认清了自己的结局，开始有了隐退的想法，甚至还曝光了恋情，或许不久后就要结婚生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吧。不知在座各位对这件事怎么看呢？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权力者游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